慧珍姐，今天全部的中国网友都在讨论一件事情：美团这个 app 赶快删吧，不要用了。就想，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看到这个它的热搜，美团删照片。原来你下载这个美团的 app， 它会帮你主动把你的相簿里面的照片给删掉。你想删掉很气啊，怎么可以这样删？但更可怕的是什么？等于它掌控你手机所有的事情，它可以删你的照片，那我可以复制你的照片，我复制你的照片到我后面的资料库的时候。你所有事情不是被看光光了吗？是真的非常吓人哦。那这换句话说，我不过是点个菜而已，怎么搞到我在你面前裸奔啊？所有我手机的里面的资料，所有的照片，你可以任意取用哎。对。然后呢，你想到说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而且它是真实发生？你要先知道，美团啊，就类似我们这样子什么 Uber E 这样子的一个点餐的一个平台哦。你知道它的市占率有多高吗？哇塞，它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全部都是排名第一的。对。然后呢，全中国的使用下载用它这个点菜平台的有8亿人口，哎，吓死了！8亿人去下载这个 app， 对，加上用户人数竟然有到8亿，有到这么多。他说，走在中国大街上啊，每1.7个人啊，手中就有一个人在里面曾经消费过，用这个美团消费过，所以它的市占率真的非常大。然后呢，现在被人家发现，哇塞，竟然使用这个安卓手机，不管你任何品牌，有小米、有 OPPO， 甚至连三星，只要你的手机是用这个 Android 系统的，他就跟你讲说：天哪，我的手机跟中邪一样，几百张照片就在你的眼前删给你看。然后呢，他就想说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我一开始还想说只有我个别事件是不是发生什么事被骇客入侵，后来我在网络上 po 之后，其他人也说，我也是，所以瞬间这个议题在整个中国爆红。你知道他在微博上关注程度竟然是高达第2名，第1名是什么？就是美金那个黄金大跌，所以你就知道它的热度有多高。好，那现在连凤凰网都写了一篇文章，说什么你的手机还是你的吗？然后呢，再来一开始传出来的时候，美团说不是啊，怎么会跟我们有关系？后来被人家逮到了，媒体选择工具侦测到，就是这里，对。就你我要都照啊！3月18号3点28分，人家侦测到你美团删除了图片和视频，已成功哎。然后你心里想说，不是啊，我点个菜而已，怎么会搞到这样？你看哦，其他人就说破案了，是美团，就是美团，而且这个人受惨非常惨，他竟然有7000多张照片，全部都在1天之内都没了，全部都删除。另外一个更哭了，他是用3星手机，他说我的宝宝从出生到现在，所有视频、照片一夕之间全部消失，相片是空的，回收站也没有了。我去找人家来检测，说没有病毒啊，没有异常啊，什么都没有啊。我上网才发现，天哪，原来跟我一样，全部这些人都是用美团，就有人去客服嘛，美团客服就说很抱歉对你造成困扰，经发现是第三方插件冲突导致了这个异常状况，对不顺其对你这个没有，不是我们美团的不过我们会进一步了解你可以去那个手机的回收站跟最近删除里面看有没有照片。就你看那个用户多生气，下面留言放屁，你不要骗我，都给我永久销毁。100G 的数据全没了，所以这整件事情就越烧越大。那现在网络上就很多人在讲什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原来就所谓的过度授权。什么叫过度授权？你要用原来搞了老半天你要用美团，你要授权给他你的照片跟你的视频的使用权的，就是你要开放这个给他对。那你想说奇怪，我就点个菜，你用我的照片取得我照片相簿的授权要干嘛？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当今天美团这个事情烧起来之后，大家想说，那我不要点，我就不要用，我就把它删了。删了之后没有想到，继续会删照片。我不是把美团的 app 给删掉了吗？最可怕的这边他说什么？他是要开机关机，开机关机。他说将近1个小时才真的把美团这种病毒给清掉的。我跟你讲这不是7月，这如果是7月的话，吓死了，以为我的手机被附身了。所以它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就算删除，你把美团的这个 app 删除，对，它会自己复活，它不让你删，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所以他们就想，而且呢，还有第2个，你的照片，比如说你把我删除掉，我赶快把它复原，我赶快终止你删除的照片。没想到你没有办法控制，整只手机就像有自主意识一样，竟然
然在进行删除你照片跟你的影片的情况。对，这个真的实在太可怕。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哦，是全面性的哦，包括小米、OPPO、iQQ， 还有什么Samsung， 全部都有，甚至有小米手机说我504G。大小的图片跟视频全部都被删掉，所以中国手机加上这个 app 就是一个完美的被盗照片、被删照片、被传照片的循环呢。我跟你讲，现在更可怕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发生呢？他说我的这些东西是放在一个机密哦，我这整个是有设加密空间的，你连我设加密空间的东西也给我删掉。比如说我的一些什么我的身份证照片啊，我的信用卡照片啊，我这些资料全部都被删掉。所以他就心想说，哎，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他这样子搞不好他取得你的资料，他搞不好以后真的会自己下单去盗刷你的信用卡什么的，这实在是很可怕。所以人家才会讲嘛，我只是点个菜。搞到我连命都没有，为什么命都没有？我所有的个资全部在你前面裸奔，你不是要我的命吗？好，那现在美团出来，他说哦，很抱歉，我们来承担所有的费用跟损失啊，然后还特别强调啊，事实上你们的隐私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我听你整个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删掉，连我加密的东西你都给我可以把你删掉的情况，怎么可能会没有？所以现在大家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要采取所谓的一个集体的诉讼啊？然后更可怕的是被删除的这一个文件属于无法复原，你要怎么赔？所以换句话说，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美团事实上在进行一个言论或者是一个相关机密的审查。更可怕的是，他到底掌握你多少资料，你都还不知道。这份我们刚刚看到美团这 app， 真的太可怕了。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一种网络科技、这种监控的这种科技，甚至他们所谓的黑科技，已经都没有用在正途上面，都用在一些微博的地方。你看到这画面是什么？一些上班的工人，你被你的长官去监控也就算，但没想到他竟然在这种工地帽上面、安全帽上面装这种黑科技的监控方式，你只要一偷懒，你就完蛋了。是我们台湾的电子监控是用来监控什么罪犯的，对不对？可是中国现在企业呢，把这个电子监控拿来监控他的劳工啊。广大的劳工，中国网友在山西省的雨都公园发现有一个环卫工人呢，他明明在雪旁边已经铲雪铲好了，而且已经打扫干净了，怎么他放下机具，但却原路来回踱步走？大家就觉得很怪。后来一问之下才知道，他说因为我身上配有一个电子牌。后来被人家讲它叫电子狗牌了。对，这个电子牌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定位你现在人有没有在动作。如果你在同一个地点停留太久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告警，跟老板说这个人现在在偷懒。好，那除了有用电子狗牌监控以外呢，你知道吗？还有一种监控就是你刚刚讲的安全帽的监控。你说像是这个？对，比如说这个人叫什么？王光辉，年龄53岁，没错，分包单位，然后写了这么多，对不对？对。结果它里面还有这个，对 ，FM2K， 这个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没错，来监控它，而且你看一下监控它的单位是谁？是陕西的中国建筑六局，所以这是一个公家单位。然后你看一下它的安全帽上面附带的这一个装置呢，它上面写个 SOS， 它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讲啊，赵伟哥，你戴上这个安全帽，如果你身体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按个 SOS， 我就知道你在哪。可是问题是，你如果平常没有按 SOS， 它也是知道你在哪，它就是要监控你啊。好，那你说中国就这样子的科技监控吗？错了，它还有监控你的电脑，监控你的电脑，监控到什么地步？我跟你讲。我们上班要打卡，它可以知道说你几点几分上班，对不对？所以它现在是用你的电脑开机时间来决定你是不是准时上班。接着还会知道你在上班的时候用了哪些 App， 看了哪些网站。不是，这太夸张了吧？没错，然后自动帮你整理出来说，我跟你讲，有6个重点设备，它 OK， 你要注意哦。第一类你看，他说这一台电脑工作仅7.1%。但他使用小红书占了69.1%，所以这个人没得扛亏啦。对，第二台电脑一共这些人都使用 QQ、B 站，还有腾讯视频，所以他娱乐占了66%。我跟你讲，最荒谬的是第5个，你知道吗？他说 ，Boss 直聘50次，什么叫 Boss 直聘？你怎样？
就是他们的求职网啦。对，他的意思说，你这王刚上班的时阵，居然点了求职网，点了50次，他不忠诚，不忠诚，所以不要用它。不是，他说，所以这个人在职求职信号强烈，建议 HR 介入。意思简单说就是他想要跳槽啦，所以人资赶快去关心一下啦。有够恐怖，太可怕！哎，是全面性的渗透，全面性渗透，你在做啥？移动快一点 ，I'm watching you。你说只有这样吗？我跟你讲，你连坐的椅子都有问题，你知道吗？你原本想说监控你的电脑，监控你的位置，我跟你讲，今嘛你坐椅啊，他也在监控你啊，椅子怎么监控？他就说，哦，我跟你讲，我这间企业它叫做万物资讯，它申请了一个专利，这个专利叫做离港监测仪。对，意思就是说，如果呢你的椅子上面没有重物压着的时候，就代表你已经站起来，对，你人不在位置上，对，所以你去上了多少时间的厕所，你的椅子都会跟你的老板讲说他有没有在位置上。我告恐怖啦，这到底有什么行为？所以中国的设计真的无下限。那我们刚刚讲是科技设计，对不对？他们还有制度设计，对，他制度设计你也会觉得无告喊没啦。他说，我是老板，我说啊，赵和哥，我跟我们所有员工，你们下班的时候，我跟你讲，来做2个小时的军训。军训没败啊，强健体魄啊，中党爱国那也不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他在做2个小时的军训之前，他已经上了12个小时的班了。我也太惨了吧！我上了12小时班的时候，我还要配合你做2小时的军训，对吧？跟国中生、国小生一样被人家训。对啊，就是啊，我够可怜，有够悲催的。所以呢，这些工人就觉得说，你这间公司在广东省，它叫做坚美铝材，他就怀疑老板，你是不是你公司没探钱啊？所以你为了要避免不想要给我们资遣费，你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搞问零低啊，然后逼我们离职啊。所以呢，中国的企业现在看起来并不是把他的劳工当人看，而是把他的劳工当成可歌可泣的机械零件。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